在星光熠熠的国际影坛上，法国戛纳电影节一向以其严谨的流程、高雅的红毯礼仪和滴水不漏的安保著称。然而，在2026年戛纳电影节的闭幕之夜，这种长久以来的秩序感却被彻底打破了。打破这个制度化隐形墙壁的，正是来自中国的2位年轻演员张凌赫与田曦薇。当他们出现在主出口的那一刻，现场成千上万名粉丝的压抑情感瞬间如火山般喷发，整个戛纳的空气仿佛在物理层面上产生了震动。这不仅是一场粉丝的狂欢，更成为了2026年戛纳电影节上最具人情味、最无法被复制的名场面。按照戛纳官方原本极为严密、精确到秒的行程规划，每一位走下红毯的国际明星都应当在由专业安保人员组成的人形护栏包裹下，迅速、安静且毫无停顿地登上专属座驾离开。这种冷冰冰的高冷感是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常态，但正如很多传世的艺术品往往诞生于意外一样，那一晚的剧本被一群在烈日与夜色中守候了数小时的各国粉丝用最炽热的呐喊声重新改写了。从当天下午开始，主会场周边的警戒线外就已经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面孔，他们手里举着自制的应援海报，高高举起手机，焦急而又充满期待地等待着。空气里的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拉满，所有人似乎都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今晚将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大事。当保姆车的车门缓缓划开，张凌赫和田曦薇的身影闪现的刹那，现场的情绪平衡瞬间失控。那种欢呼声不再是礼貌性的掌声，而是一股无可阻挡的情感巨浪排山倒海般袭来。2个人的名字从四面八方交织在一起，音浪重叠共振，最终汇聚成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回响。在这一刻，原本作为绝对防线的安保防线，在粉丝们毫无保留的巨大热情面前，显得如同纸糊般脆弱。如果说粉丝的疯狂是在意料之中，那么张凌赫和田曦薇随后的举动则是彻底点燃这场情绪海啸的导火索。在向座驾移动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彩排，没有任何公关团队的指令，纯粹是出于一种作为人类被周围巨大能量所触动、所震撼的本能。张凌赫突然放慢了脚步，紧接着走在他身旁的田曦薇也停了下来，转过身，将目光投向了那片人海。这个短短几秒钟的停顿，让整个现场彻底陷入了解离式的尖叫与疯狂。有些甚至在长久等待后，见到偶像回眸的刹那，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那一刻，他们脸上浮现出的笑容，并不是那种精心练习过的面对商业镜头的营业式微笑，而是一种糅杂了长途跋涉的疲惫，被现场热浪冲击后的震撼，以及深深被感动的复杂神情。这种极具脆弱感和真实感的眼神交汇，瞬间将长期以来横亘在高高在上的明星与卑微等待的粉丝之间那条无形的阶级鸿沟彻底抹平。安保人员瞬间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他们拼命打着手势，大声呼喊，试图引导2位明星快步离开，以维持现场几近瘫痪的秩序。然而，安保越是想要控制，现场那股渴望将这一刻无限延长的情感浪潮就越是汹涌。在2人上车离开后的短短几分钟内，由现场不同视角、不同画质拍摄的短视频便如星火燎原般，在各大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彻底刷屏。这些视频绝大多数画面摇晃、对焦模糊，甚至背景音里全是粗重的呼吸声和破音的尖叫声，但恰恰是这种毫无修饰的粗粝的真实感，引发了全网的疯狂转发。许多文化观察家和娱乐媒体在随后的深度报道中，都将这一幕称为现代电影节上最纯粹的时刻之一。在这个所有明星
都生活在精修图、完美人设和层层公关滤镜包裹的时代，戛纳街头的这一幕就像是一场突袭，将所有虚伪的精致感剥离，留下的只有最原始、最真实的人类情感连接。有现场的目击者在网络上感叹道，虽然场面一度极其混乱，但这却是我见过的最有人情味的戛纳。因为在那几分钟里，没有所谓的国际巨星，也没有盲目的追星族，只有一群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高频共振着同一种毫无保留的爱意。这种规章制度与集体感性之间的激烈碰撞，就像两条巨大的洋流在戛纳的夜空下交汇。尽管座驾最终还是缓缓驶离，但那股情感的余震却在空气中久久不散。有些粉丝甚至在接到空无一人后，依然呆呆地站在原地，通过互相交换刚刚拍到的视频，对比不同的角度，来反复确认和咀嚼刚才那段如同梦境般的真实回忆。在更深层次的文化语境下，2026年戛纳街头的这次失控，折射出了现代社会公众与明星互动方式的颠覆性变革。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几乎所有的社交、娱乐和情感寄托都被浓缩在了一块块冰冷的电子屏幕之后。但戛纳那一晚的事实证明，无论线上的虚拟互动多么频繁，算法多么精准，一次真实的面对面的肉身触碰，一次没有滤镜的眼神对视，其蕴含的情感能量依然是不可替代的。这场意外既没有造成任何秩序上的悲剧，也没有留下任何不欢而散的遗憾。当戛纳所有的镁光灯熄灭，所有官方的红毯被卷起，人们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某款高定礼服的奢华，也不是某个官方奖项的归属，而是那个不在计划之内却被成千上万人共同见证的短暂告别。那是一个关于被看见与想连接的最简单也最动人的故事。对于2026年戛纳闭幕式上张凌赫与田曦薇引发的这场情感海啸，作为观众的你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这种明星与粉丝之间打破规矩的真实瞬间是追星过程中最珍贵的财富，还是可能会对现场公共安全带来隐患的危险举动？如果你当时也在现场，你会对他们大喊些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让我们一起聊聊。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内容。如果你喜欢这篇深度剖析和文字分享，别忘了点赞、关注，并转发给更多喜欢张凌赫和田曦薇的朋友们。你们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持续创作优质、深度、充满启发性内容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生活愉快。